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很多人都忘记了，今天是礼拜天，但是很多人都上了2个工作日了。原因是11期间我们休息了8天，8天之后串休，很多人上了2个人工作日之后，发现比特币仍然在当前2800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那么前面行情当中我就提到了，在比特币突破了27000之后，它就突破了一个结界。这个结界的过程是由上边线波峰连线和下边线白色线波谷连线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发动突破之后，在28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存在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同时也是6到8月份行情当中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位于28000美金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突破27000之后，突破结构性压力位27000之后，上方的28000美金的这个压力位一直存在，所以呢始终处在28000附近做震荡行情。然后我们把这个 K 线调整到合约上来，在合约当中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的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上方28000之间的压力位存在的情况下，它的震荡范围是在28000到26500这样的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区间。因此呢，在比特币月突破27000之后它回到了一个更漫长的震荡整理区间同时呢，外围市场美股我们认为出现了一个阳线，这个阳线呢是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在小时线级别上完成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走出了一个阳线。那么这个阳线很可能在未来的时间段发生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从而引领整个金融市场回暖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不断接近比特币焦点的位置的情况下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如果一旦能够突破28000美金上方的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呢，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比特币的这轮行情走出了从1月份到3月份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呢，在6月中旬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走到10月中旬始终处在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周线级别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只是目前的震荡是在悟空阳线势力范围内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的判断所以很多人认为当前仍然是一个熊市，其实很可能这个熊市在今天的这个比特币月当中已经完全走了出来。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问我最多的问题是在以太坊这里。那么分析以太坊呢，我们首先就要看以太坊和 BTC 的这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这个下跌收敛三角形源自于22年11月份我们看到围绕23年一整年到今天基本上是11个月了一整年的震荡当中，始终围绕这个下跌趋势线运行，上方波峰连线，下方波谷连线，同时呢，这个位置上黄色线和绿色线是我们标注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正在接近它最终的一个焦点位置。我们认为焦点位接近焦点位的时候容易发生变盘那么当前行情它的这个变盘动作是方向向下的。那么下方呢，我认为是以太坊对标比特币这个交易对的一个黄金坑。到达黄金坑位置之后呢到达这个水位之后呢，经过盘整容易绕行上来，最终呢引发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一个领涨行情。那么当前行情当中，以太坊目前是领跌的，领跌的原因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快速变盘发生了一个极端的下跌行情，震荡完成之后呢，还会重新反弹上来，最终呢引发以太坊的领涨行情。那么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相生相克、相互变化的。那么以太坊
对标比特币啊领跌之后，自然会让比特币的在稳定的情况下，以太坊是逐渐它独立下跌的它是一个领跌的行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以太坊在日线级别上的一个结构，那么上方有个白色的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跌破了，重新回到了它在矩形的一个震荡区间。那么它的最大可能会到达的目标点位呢，就是当前行情当中一个箱体的底边线的位置。目前看呢，在$1450附近这个位置是它有可能到达的位置。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那么下方是有沙森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因此呢，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急速下探的情况下，那么以太坊是一个领跌的情况。那么我们给出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目标点位是$1450，同时呢，这个位置也是箱体的下边线。那到达这里之后，应该在多头趋势上进行抄底或者布局合约的低倍多单原因是箱体的下边线是存在一定支撑的，并且呢，它如果到达$1450附近的话，将在日线级别上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容易走出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1450是以太坊在完成小线级别、在完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的一个抄底的位置。那么根据我们多空实时的数据来看今天有很多币种出现在了我们多头池子当中，但是有一些币种维系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两个币种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是 BAKE， 一个是 LQTY。 就 LQTY 来说，我们提到了有大概3个交易日这个3个交易日呢，我们一直提到LQTY 这个拗口的名字的 Binance 平台上的次新币，它是一个目前在趋势上出现突破的币种。首先呢，我们当时分析的是在小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上涨趋势，小线级别上涨趋势蔓延到4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行情。4小时级别上涨突破之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5日均线、10日均线对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发动了突破，也就是我们当时说的在操作线上突破了观察线。那么操作线呢，就指的是蓝色线和粉色线构成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那么观察线呢，就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两个观察线。操作线突破观察线之后，只做多不做空，因此呢，目前对于 LQTY 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量价齐升的一个多头趋势这是一个可以进行追击的多头趋势。那么回到 BAKE， 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给出的会员票它也出现了一个完全类似 LQTY 的一个结构。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也同时看到了144突破144、169均线被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但是上方呢，我们看到上方是有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在$0.16，这个位置上是存在一定压力的。压力位的形成呢，往往是由一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因此呢，上方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想规避这样的风险的话，耐心等待它调整下来之后再选择进场。总而言之呢，在 K 线吸油战法当中，把握趋势分仓进场设止损呢，最终容易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我们会员群朋友基本上是在我实时提示下，基本上是把握住了 BAKE LQTY 的这波行情。因为我们很早布局，有了突破之后，我们的多空数据信号给了出来之后，我们进行实时的人工分析，就可以进场抓住这样的趋势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